你家的蟹爪兰有没有遇到过秋天好不容易冒出密密麻麻的花苞，满心欢喜等着它开成花瀑布，结果没几天，这些花苞却像约好了一样，噼里啪啦的往下掉，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叶子，让你又心疼又纳闷，懊恼不已。其实90%以上的花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，但你也不要烦恼。最新发现，利用陵园的垃圾自制一种神仙水，可以根治掉花苞的毛病，让你见证天冷就爆花的盛景。而神仙水的原料就是不值钱的柳丁。那么具体要怎么制作，怎么使用，有哪些注意事项呢？下面就用简短几分钟给你剖析清楚。1. 神仙水怎么用才有效？重点来了，神仙水使用前必须要稀释。稀释的比例就是5毫升神仙水加入500毫升清水，如果对5毫升没概念的话，那么就是1瓶盖神仙水加入500毫升清水，原则就是水多一点最安全。稀释后的用法大概有2种，双管齐下效果最好。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，是喷叶灌根。在蟹爪兰开始长花苞的秋天，比如10月份，我们用稀释好的神仙水代替一次普通的浇水，沿着花盆边缘慢慢浇下去，同时可以用喷壶轻轻喷洒叶片背面。这样做能让蟹爪兰通过根和叶同时吸收营养，频率大概是半个月一次。第二种是秋冬持续养护，等到11、12月，花苞已经长稳了，我们就减少到1个月用一次，目的就是维持一个它喜欢的土壤环境，给花苞上最后一道保险。这里有一点关键的提醒，它是补药，不是饭，天天使用不但花苞保不住，叶子也会掉落。除此之外，可能你心里还会有很多关于神仙水使用的疑问，最常见的前5名的问题和答案我也都整理好了，影片后半部分也会介绍，还请耐心观看。听到这些觉得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点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并关注起来，避免日后找不到，无法挽救你的蟹爪兰。2. 陵园自制神仙水。我们先收集一些新鲜的柳丁皮，用剪刀把它剪成小块，这样更容易出味。然后找一个大的塑料瓶，把柳丁皮塞进去，占到瓶子的1/3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往瓶子里加90%的清水，一定不要加满。保命的一步来了，瓶盖千万不要拧紧，一定要留出缝隙，不然发酵产生的气体能把瓶子给撑爆，非常危险。然后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需要一点耐心等待，并且学会观察。等待的时间不是固定的，完全看温度。如果天气比较热，温度在25度以上，大概7到10天，你就会看到瓶子里开始冒泡。如果天气转凉，温度在20度左右，那可能就需要15到20天才能启动。要是冬天温度很低，发酵就会非常慢，甚至停止，所以最好在15度以上的环境里进行。那怎么才知道它成功发酵好了，可以用了呢？教大家2个简单的判断标准。第一是看气泡，当你发现瓶子里的气泡从很多变得非常稀少，几乎没有了。第二是闻味道，打开后闻到的是一股淡淡的，像水果酒或者水果醋一样的酸香味，而不是恶臭。只要同时满足这2个条件，就说明我们价值万金的神仙水制作好了。但一定要记住，如果闻到的是恶臭或者长出了黑毛绿毛，那证明这次失败了，要倒掉重来。你可能会想，这听起来有点玄乎，一堆柳丁皮泡的水，凭什么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？这就要说到它背后的原理了。3. 神仙水的原理。我们平时浇花用的自来水硬度比较高，是偏碱性的，长期浇下来，盆土也会慢慢碱化。但蟹爪兰这家伙是个典型的醋坛子，它就喜欢微酸性的土。在酸性的环境里，它的根系才能打开胃口，去吸收那些开花必需的营养，特别是磷和铁。如果土壤偏碱，这些营养就像被锁在保险箱里，看得见吃不着。花苞得不到足够的吃的，当然就挂不住，掉给你看啦。而我们用柳丁皮发酵出来的水，正是微酸性的，它还含有钾元素和一些维生素。它就像一把钥匙，能帮蟹爪兰打开土壤里的营养保险箱，同时稍微把碱性的土调回它喜欢的微酸状态。根系能吃饱饭了，自然就有力气保住花苞，开出漂亮的花了。
除了蟹爪兰，这瓶神仙水还是很多喜酸植物的宝贝，比如杜鹃、栀子花、茶花、茉莉花，还有观叶的彩叶玉，你都可以用同样的比例，1个月给它们来一次，它们会长得更油亮，开花更起劲。4. 神仙水的2种加成。想让蟹爪兰花开爆盆，光靠神仙水还不够，再送你2个压箱底的小秘诀，你一定要记好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秋天要多晒太阳。秋天的阳光就是花肥，是蟹爪兰进行光合作用、积累开花能量的黄金时期。一定要把它放在家里光线最明亮的地方，每天至少晒4个小时以上。第二个秘诀是管住手，少浇水。天气转凉，水分蒸发慢，一定要等盆土干得差不多了再浇。你可以用手摸一下土壤表面，感觉干了，或者掂量一下花盆，感觉变轻了，再给它浇水。水多了烂根，掉苞掉得更厉害。5. 神仙水常见问题答疑。问题1：不用柳丁皮，用橘子皮、柠檬皮可以吗？答案是完全没问题，只要是柑橘类的水果皮，效果都是一样的，可以灵活运用。问题2：我不用发酵，直接把柳丁皮埋进土里可以吗？答案是不可以。新鲜柳丁皮在土里发酵会产生高热，就像在根部点火，直接就会把根烧坏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问题3：柳丁水需要发酵那么久，有没有更快一点的办法？答案是有的，我们可以给发酵加个加速器。在装瓶的时候，除了柳丁皮和清水，可以再加入1小勺红糖或者1小撮酵母粉，它们能提供更多的养料，促进有益菌群快速繁殖，这样在合适的温度下，发酵时间可能能缩短好几天。不过记住，即使用了加速器，也要以气泡变少、酸香无臭为最终标准。问题4：蟹爪兰已经在掉花苞了，现在用这个柳丁水还来得及吗？用了就能马上不掉了吗？这个问题非常现实，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预期，柳丁水不是紧急刹车，不能指望今天用了，明天掉苞就完全停止。虽然不能马上停止掉花苞，但这是最正确、最有效的抢救措施。你会看到，在使用1至2次后，掉苞的数量会明显减少，直至停止，而剩下的花苞会变得愈发饱满。请一定给植物一点恢复的时间，不要因为1、2天没看到奇迹就放弃哦。问题5：制作好的柳丁水原液怎么保存？能放多久？发酵好的原液过滤掉残渣后，可以装在一个瓶子里密封保存，放在阴凉处。只要保存得当，放上3至6个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你可以趁柳丁盛产的季节多做几瓶，囤起来慢慢用。但如果发现保存期间原液再次出现浑浊、恶臭，那就说明变质了，要果断丢弃。如果你觉得花花今天分享的内容有帮助，请务必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转发给更多花友知道。如果你在养护其他植物时也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，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你的问题就是我下期视频的灵感来源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